这个性感妖娆的女人是猫女，她拥有猫的天赋，独立自信又有女人的优雅与性感。她迈出2米长的大长腿，把凹凸有致的身材卡在缝隙里，轻松地穿过了牢门，就像猫一样，接着从窗户一跃而下，在空中一个360度大旋转。超强的弹跳力让她飞檐走壁如履平地。在变成猫女之前，佩斯是一家美容公司的广告设计者。虽然有设计天赋，她穿衣随意，而且自卑懦弱，为了糊口饭吃，被迫放弃理想。她经常受到老板无望的训斥。连邻居都丝毫不尊重她，凌晨3点还在搞酒吧派对，让她晚上睡觉都成了问题。Do you think you could just maybe turn the music down just a little? 这天，佩斯的窗户外来了一只狸花猫。佩斯好奇地探出头去，却发现那只猫咪被卡在了窗户的缝隙里。看着猫咪可怜的样子，心里善良的佩斯铤而走险。他小心翼翼地爬到了室外的空调外机上，试图伸手去勾那只猫咪。外机承受不住它的重量，开始摇摇晃晃，仿佛随时都会崩塌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一名巡逻的警察恰好路过，他误以为佩斯要跳楼自杀，急忙冲上前去阻止。眼看空调外机就要支撑不住，警察以100米冲刺的速度冲上了楼，成功地救下了佩斯。等佩斯回到屋内，却发现猫咪已经跑了进来。他向警察解释，自己刚才的举动并非自杀，而是为了救那只被困的猫咪。佩斯还来不及向警察道谢，就匆匆赶去公司上班。来到公司后，佩斯刚坐下不久，警察就追了上来。原来是他的钱包不小心掉了。警察在归还钱包的同时，还为自己的草率道歉。两人在公司眉来眼去，顺带就约了个咖啡。这万年不开的黄花也要开了。今天是佩斯设计提交的最后时间，他一直加班到深夜。等要把设计稿送到公司时，发现老板的大楼已经关闭。佩斯只好找了一扇门进入，却无意间发现了一个惊天大秘密。原来公司最新研制的面霜有着严重的副作用，只要使用就会上瘾，并且伴随着恶心、头疼等一系列不适反应。长期使用下去，面部甚至会溃烂变形，变成一个怪物。佩斯惊恐万分，不慎发出了声响，他慌忙跑出房间，却被老板的保镖发现。Sorry. 保镖举枪就要射击，佩斯拼命奔跑，保镖紧追不舍。绝望之中，佩斯只能跳进排污管道。老板下令除掉他，闸门瞬间打开，成吨的废水如洪水般倾泻而出。佩斯被冲进海里，失去了意识。海水退去后，他静静地躺在沙滩上，似乎已经没有了生命迹象。就在这时，一群猫咪围了上来，为首的橘猫爬到他的身上。它正是早上佩斯救下的那只猫咪，它的眼睛发出幽幽的绿光，仿佛在注视着什么。突然，橘猫张开了它那宽大的猫嘴，对着佩斯哈了一口陈酿3000年的猫气。涣散的瞳孔突然聚焦，佩斯奇迹般地活了过来。当他坐起来时，猫群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，只是他的身体似乎发生了某种变化，他的视觉和听觉变得异常灵敏，连远处小鸟的飞行轨迹都能清晰地捕捉到，就连小蜘蛛爬行的声音也听得一清二楚。他的动作也变得猫里猫气的，充满了野性的魅力。佩斯猫手猫脚地跑回自己家楼下，一跃而起就跳到了窗台上。他看着镜中的自己，既熟悉又陌生。突然，他一拳就将玻璃击碎了。第二天，佩斯却在书架上醒来，他像往常一样下床，不料从高空落下依然安全着地。看着破碎的玻璃和自己身体上的变化，他丝毫不记得昨晚发生了什么。这时，那只猫咪又出现了。佩斯看着他项圈上的地址，他找了过去。By midnight, you've never brought a stranger home before. Please come in. No, I can't come in. I've got to go to. I'm late. 猫主人告诉他，这只猫是来自埃及的神猫，拥有一种特殊的能力。然而，佩斯此时心中挂念的却是即将迟到的公司会议。I can't even remember most of yesterday. Perhaps I can help you. Really, I'm late for work. I'm sorry. I shouldn't even. 猫主人随手丢出一块猫薄荷，佩斯着迷地闻了起来。
他走了一路，怀疑了一路，也没搞明白自己怎么会这么喜欢猫薄荷。到了公司后，上司因为没看到设计稿而大发雷霆，然而佩斯却一改常态，对着上司开始了反击。他的言辞犀利而直接，这一举动直接赢得了同事们的赞美，因为他们也想骂老板，但却没有勇气。佩斯也因此丢失了工作。Sir, I didn't mean it. 有了时间后，佩斯开始主动找到警察，向那天咖啡馆约会失约而道歉。两人来到了篮球场，佩斯拿起篮球就展现出了猫的天性，动作敏捷而优雅，让一旁的众人都看得眼花缭乱。警察也不甘示弱，拿起篮球与佩斯展开了对决。然而在旁人看来，这更像是一场谈情说爱的游戏。佩斯轻松地完成了跨栏动作，并将警察压在了身下，这画面充满了野性的美感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佩斯的身体变得越来越像猫了，他的饮食也变得与猫无异，猫罐头成了他的最爱，好几罐下肚后才觉得满意，甚至接电话时也要站在高处来回走着猫步。隔壁又在举办派对，那刺耳的声音引得佩斯无法入睡。这次他没有选择懦弱，他愤怒地来到隔壁，却发现壮汉依旧不予理睬。他的眼睛突然变换了颜色，犹如一只愤怒的猫儿。他一脚把房门踢开，跳上桌子，拿起啤酒喷嘴向音响浇去，然后将壮汉踩在了脚下，霸气地警告他们安静一点。壮汉也被佩斯的气势震到了，不敢再出声。佩斯的野心也在不断释放，他回到家拿出2把剪刀，3两下就换了个发型，接着涂上大红唇，拿出珍藏的小皮衣，瞬间化身成为一只妩媚性感的小野猫。他顺走隔壁的机车，野性十足地穿梭在夜晚的街道，速度与激情就是他现在想要的。他来到一家珠宝店，却发现里面正有小偷在行窃。Amateurs. 子弹上膛，小偷对着佩斯就不断的扫射，然而他们并不知道佩斯的速度有多快，他早已躲开子弹，一脚就把小偷踹倒在地。佩斯施展着他的拳脚功夫，没一会就把小偷全部制服了。第二天一觉醒来，床上摆满了珠宝，佩斯被吓坏了，连忙把珠宝装进了袋子里，神不知鬼不觉地送了回去。但他还是留下了之前喜欢的那款项链作为纪念。另一边，警察在搜查现场的时候，发现了被送回的珠宝和旁边道歉的小蛋糕。佩斯开始搜索关于古埃及猫的事迹，他发现每一张照片上都有那只橘猫的身影。为了找出答案，他再次来到了猫主人家中。When you were ready. 猫主人给他讲述，子夜是埃及巴斯特女神的盛世，它代表着女人的天性温顺而好斗，有教养但凶残。佩斯不明白这与他什么关系。猫主人告诉他一个惊人的秘密，那天晚上他已经死了。他说自己活得好好的，只是最近有点奇怪。You died, but you were reborn. Oh, you're crazy. Night knew your fate. That's why she tested you. To see if you were worthy of a gift, she can give you a new one. Not alone, child. You saved others before you. 说完便把佩斯推了下来，而佩斯像猫一样空中转身，手脚轻轻落地。佩斯看着历史上各个时期的猫女画报，猫主人表示，猫女不受社会规范限制，可以随心所欲的生活。这既是一种祝福，也是一种诅咒。你会很孤独，也会被误解，但是也会获得前所未有的自由。嗅觉、视觉、听觉全都会变得异常灵敏，拥有超人的能力。 So I'm not Patience anymore? You are Patience, and you are Catwoman. 猫主人递给佩斯猫女的象征，她拿着面具陷入了沉思，似是接受了自己命运的改变。 You saved my life, Midnight. 于是他给自己重新打扮，脚穿高跟凉鞋，身穿紧身皮衣皮裤，手戴钻石项链改造的手套，头戴猫咪面具，活脱脱的性感猫女。她从高楼跃下，在楼宇之间如灵猫飞驰，高低不平的建筑在她脚下如同平地，时而像人奔跑，时而像猫跳跃。但她心中有一个执念，那就是找出那个夺走她生命的凶手。她回到了自己曾死去的地方，在那里她意外地看到了那个保镖，
丢失的记忆如潮水般涌回，保镖的出现成了他追寻真相的线索。他紧紧跟随保镖，来到了一间昏暗的酒吧。保镖看到如此性感的佩斯，对自己感兴趣，就凑了上来。没想到佩斯直接把他带到偏僻的后院，轻松地把这个保镖给揍了。保镖企图拔枪，却发现枪早已被佩斯悄无声息地摸走。佩斯迅速抽出他的小皮鞭，一击所后将保镖制住，两人随即陷入了近身肉搏。几招过后，保镖就被佩斯牢牢压制在身下。佩斯目光凌厉，质问保镖为何要杀害那个无辜的女孩。Cat got your tongue. I don't know. They told me to flush the pipe, so I flushed the pipes. Why? 保镖终于吐露实情，原来是因为美碧玲公司出了问题，而老板为了隐瞒事实，才指使他下手。佩斯闻言，愤怒地甩动着皮鞭，离开了酒吧。他来到美容研究院，却发现那个知情的博士已经惨遭灭口。Can't live with turning people into monsters. 就在这时，保安走了过来，误以为佩斯是凶手，按响了警报。佩斯无奈只能先离开现场，这一事件却让他成为了全城的通缉犯。Off the shelves. We will launch next week as planned. We owe it to the women of this country. 另一边，警察在调查过程中有了新的发现，他发现佩斯送给他的咖啡和珠宝袋上的字迹有些相似，于是将字迹送去鉴定科进行比对。虽然两者字迹相似，却又有所不同，性格差异巨大，显然不是同一人。警察因此松了一口气，但心中的疑虑却并未完全消散。Hey, can I ask you a question? Can you think of anybody who might have a grudge against the company? Lots of people. He fired me. Am I a suspect now, detective? No. 晚上，佩斯潜入老板家里，只见他用钻石做成的猫爪在玻璃上轻轻转了一圈，玻璃便被完美切割。他大摇大摆地坐在老板椅上，肆无忌惮地穿梭在客厅之中，却意外被一棒子打下楼梯。原来是老板娘拿着高尔夫球杆袭击了他。 Oh, too bad. 两人不打不相识。 You want to find him? There he is. 老板娘把老板的信息告诉给佩斯，准备借佩斯之手惩罚背叛自己的老公。原来老板娘一直是公司的代言人，却被年轻的模特替代，而她的老公则整天和年轻女孩在一起，对她从未有过关心。久而久之，老板娘的内心变得扭曲。美轮美奂的歌剧院，老板正陪着他的情人。佩斯根据老板娘的线索找到了老板。佩斯作为猫女，自然不走寻常路，几个起落便到达高楼之上，丝毫不在意安保已经发现了他。老板的情人刚走，佩斯便来到他的贵宾坐席， Like my nails? 在老板脸上划了3道。由于警察持枪赶到，佩斯一个猫跳轻松落在剧院舞台之上，像猫一样趴着身子，更是让观众感觉到无限的惊喜。佩斯又像猫一样飞奔上墙，快如闪电，刚想从上面离去，没成想遇到了警察男友，于是便陪着男友耍了起来。 I'm down from there, nice and easy. Cats come when they feel like it. You think this is some kind of game? 不仅像猫一样舔了他一脸，还轻松地挣脱了手铐。 You can see in the dark. I can't. 到了周末，两人又开始了约会。佩斯看着饭店里的鱼缸，像猫一样的好奇，吃起生鱼片更是相当麻溜。 It's good. 两人感情也迅速升温。 No, you're different. You're special. And I like that about you. And I want to know more about you. I guess there's a few things I need to explain. You can tell me anything. I hate the rain. 回到家后就进行了更深入的交流，结果警察却在地板上发现了猫女的指甲，这让他心中不禁产生了疑虑。多次的巧合让警察不得不验证自己的猜想。他回到警局，经过技术课的鉴定，发现佩斯的嘴型与杯子上的嘴型吻合程度高达99.99%，就是同一个人。这个结果让他震惊不已，他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这个事实。这时，老板娘打电话给佩斯，说他找到了美碧玲有毒的证据，要与佩斯一同商量对策。 So what'd you find? I was everything they wanted me to be. I was never more beautiful. And then I turned 40, and they threw me away. It's all there behind the desk.
佩斯赶到约定地点时，却发现老板已经被干掉。原来这一切都是老板娘为了嫁祸给佩斯而精心策划的。她早已变得丧心病狂。You killed him. No one is gonna stop Violin from hitting the shelves. Not George, and certainly not you. 甚至丢给佩斯一把凶器，然后按响警报。警察将别墅围得水泄不通，佩斯灵机一动，换了套便服，躲过了搜捕，而她的男朋友却早已在此等候。Patience. I'm sorry. 直接将她带回了警局，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佩斯，她流下了伤心的眼泪。警察虽然心存疑虑，却没有证据证明她的清白。There's nothing that shows me anything else. You can believe me. I really need you to believe me. 佩斯被关了起来。佩斯突然看到妖猫子夜穿过铁窗爬了进来，他想起了猫主人的话。You spent a lifetime caged. By accepting who you are, you can be free, and freedom is power. 但他并未绝望，他示范了一下猫咪的正确打开方式。这个性感的女人利用前凸后翘的曲线优势，轻轻挤过狭窄的监狱铁门，来到外面，然后像猫一样逃过警察局所有人的视线，来到窗边，紧接着一跃而下，柔软无比的身体在空中旋转了720度。这辆亲吻他屁股的好车正好成了他的代步工具。他赶到仓库，将要发走的货车全都拴在了一起。等货车启动后，车轮子因为连锁反应全都掉了下来，造成了巨大的混乱。另一边，警察找到老板娘，说自己知道美碧玲的秘密。老板娘一开始还想抵赖，但在警察的巧妙套话下，终于露出了马脚。 If you have evidence, then how come I'm not in court? Well, you're a smart woman, Mrs. Adair. I thought maybe we could work something out. So this evidence, you'll make it disappear? You just told me it was you. 然而就在警察要制服他时，他却突然转身给了警察一枪。就在这危急关头，佩斯及时出现，用皮鞭救下了警察。 I should have trusted you all along. You're confusing me with somebody else. Come on, Patience. 两个女人在仓库中展开了激烈的搏斗。 A freak? Because you killed me. 长期使用美碧玲会让皮肤变得坚硬无比，所以面对佩斯凌厉的攻击，老板娘身体却没受一点伤，甚至还抓起碎玻璃刺伤了佩斯。受伤的佩斯被老板娘连连打击，还差点从高楼破碎的窗户掉下。好在佩斯臂力惊人，稳稳地抓住了窗框。他一个弹跳来到了高处，然后借助于自己的皮鞭进行攻击，以及利用自己灵活无比的身法，把老板娘踢下破烂的窗户。佩斯伸手想要救她，然而老板娘在镜中看到了自己溃烂的脸蛋，不想做个怪物便放开了手掉了下去。佩斯揭露了美碧玲公司的丑恶面目，也成功拯救了无数人的性命。警察和佩斯彼此重新获得信任，原以为佩斯会和警察继续拍拖，没想到他却留下一封信消失不见。因为在佩斯的眼中，只有过上不受约束、无所畏惧的生活，才能获得自由的力量。他需要的是自由的人生旅程。